这个城市究竟有多离谱？人刚出一口气，下一秒直接变成冰渣渣。出门呢，更是一点金属都不敢带，生怕一碰就粘在皮肤上。一年365天，有200多天都在下雪，年平均气温始终保持在零下几十度。然而，这么冷的地方，依旧还生活着几十万人，他们究竟是怎么维持生活的呢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雅库茨克位于西伯利亚，面积约122平方公里，人口约30万人，其中大部分人都是雅库特人。雅库茨克呢没啥名气，也就排在世界最冷城市的时候稍微会瞟见它一眼。我国最冷的城市是内蒙古的根河市，最低极端气温达到零下58度。然而在雅库茨克面前，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，最低气温曾达到零下64.4度。零下几十度的平均气温使得雅库茨克的土地形成了永久冻土，当地人的房子都建在这些冻土上，以至于它被称为冰城。如果你来到这里，会发现当地的房子和我们平常见的有很大的区别，不是东倒西歪，就是半埋在地里。原因呢，是因为虽然雅库茨克冬季比较长，但人家呢也不是没有温度高的时候，最高气温呢出现过38度，所以你甚至能在这里看到一边穿短袖，而另一边呢是冰天雪地的奇特场景。而温度高了，冻土层就会融化1.2米，这要是按照平常见到的房子，就很容易造成坍塌。所以当地人为了防止出现这个情况，就会大深插地底的木桩，而房子呢就建在这些离地1米的木桩上。别看雅库茨克现在说是首府，但搁古代那就是犯人的流放地。除了当地的原住民，几乎就没有什么人会跑到这里来。跑这来干嘛呀？周围都是冰天雪地的，来了就别想走。想靠自己的力量来场雪地求生，那就纯白给，体质差点的直接被冻死。活下来的呢，就和原住民建起了这座城市。但光耐冻可不行，怎么在这种地方生活下去才是个问题。毕竟我国南方都不用零下就能把人冻得嗷嗷叫。确实啊，生活的雅库茨克呢还是有很多不方便，因为天气冷和冻土的问题，小麦啥的种是能种，但数量少。蔬菜和水果的价格呢还是相当高，当地人主要吃的就是肉类。虽然冷是冷了点，但养牛马呀、驯鹿啊，或者是捕鱼啥的，还是没啥问题的。此外，因为冻土的原因，导致房子吧都得建在打得很深的木桩上，就是担心这冻土呢，到时候会因为升温而融化，把房子也弄塌了。而且当地的自来水管呢，得放地上，打开水龙头，没有冷水，一打开就是热的。为啥？因为要不是一路设置加温站，水都送不到你家，直接就给冻半道上了。为了防寒呢，家的窗户都得弄个3层的，不然稍微漏点风，就能让你感受什么叫零下的含金量。在当地啊，什么泼水成冰啊，晒衣服冻成钢板呢，那都小儿科啊。要知道，雅库茨克最低气温能达到零下64度，别说舔铁沾舌头了，你的手哪怕碰到一点金属，立马就会粘在皮肤上。所以当地人在出门的时候，还养成了一点金属都不带的习惯。有人说，雅库茨克一整年呢，不是在冬季，就是大约在冬季。雪下起来最深的时候呢，30多厘米。汽车在这儿呢，直接歇菜，只能当个装饰品看看。而且你要是想大冬天在雪地里开车，不能一直停在一个地方，而且这火呢还不能轻易熄掉，不然你要是想再开起来的话，就只能等这个冬天过去了，时间也不长，也就半年左右而已。不过按照现代汽油的价格，也就俄罗斯这个能源狗大户才能负担得起。更恐怖的是，在雪地开车呢，还容易把燃料箱给冻坏。这一坏不仅车走不动道了，车没打着，没有车内空调，司机被活活冻死的可怜案例也不是少数。但也不是说这么冷的天气一点好处都没有，至少冰箱费省了，东西直接摆屋也不用担心坏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100万年前保存的史前生物化石，比如说猛犸象，至今还保存完好。不仅能让人们清楚直观地了解当年的那些生物，同时也给雅库茨克带来了丰富的旅游资源，而且极地风景以及独具特色的旅游项目，比如说狗拉雪橇等，也吸引了世界各地大批的游客前来观光。当然也能体验当地的特色美食，例如把冻得棒硬的鱼切成薄片，再撒点盐啥的调个味儿，配着沙拉一起吃。但话又说回来，哪怕在如今取暖条件这么发达的今天，想要在这么极端的环境生存，确实还是需要点勇气。如果给你2个选择，你会来这个号称冰城的地方定居吗？尤其是南方的朋友，这里天天都能打雪仗哦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为你发财的小手给来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